今天继续给大家讲美国恐怖故事集3的第3个故事。亚洲献宠。由于女孩从小就对模特有着超级的热爱，致使身材也变得非常哇塞。于是大学毕业后的她马上拒绝高薪，毅然决然地前往美国著名的模特公司应聘。而且她还发现前来应聘的竞争者身材很一般，这也加持了她的自信。可转角的她却发现了更多优质的应聘者，从而压力倍增。但好在乐观的她与同为善良的女孩相识，同样的性格也让两人很快地熟络了起来。从女孩的口中，她才得知今天是每周公开甄选日，所以才会聚集这么多的竞争者。女孩还表示，今天不仅会有平面与走秀模特选拔，还有健身与勇士模特筛选。如果侥幸让明星总监收入麾下，那人生将会彻底改变。第一天前来应聘的黑妹不敢置信自己竟然如此好运，而且一旁的女孩已经来此3个月了，可一次都没有应聘成功。得知对方都以时尚封面为梦想时，兴趣相投的他们短暂的友谊也得到了升华。If I'm the first one to the top of the mountain, I'll throw the rope back and hoist you up. And if you make it first, you throw the rope back for me. How about that? Think you promise? 与此同时，导师觉得前来应聘的女孩们不仅毫无亮点，还很平凡，这让他很是麻木。好在新面孔的黑妹才让他提起一点点兴趣。此时的黑妹本以为自己很难与这些靓丽的竞争者对抗，便有些无所畏惧。可没想到好运却突然降临自己身上。此时此刻，兴奋的她也溢于言表。原本对身材无比自信的她更加的自信了。而且一旁等候多时的女孩们也对这个幸运儿既羡慕又嫉妒。Vivian Lee Finch.Tell me, why are you here? 为了点燃导师们的怜悯之心，黑妹便诉说起自己的过往。因为小时候意外导致脊椎侧弯，致使自己身体的某些地方异常的突兀。但她觉得无论如何自己的梦想从未改变。可人家导师却不想听她的素材，而是看实力的表现，并询问她到底擅长模特的哪种类型，然后展示出来。可从未接触过这行的黑妹显然不是很了解，于是懵逼的她便表示任何类型的她都可以做，而且还表示自己的终极梦想是时尚封面模特。 I'm from Iowa, Davenport. Walk! Oh, okay. 虽然他那无比自信的走秀也的确让导师有点欣赏，但更多的是惊讶他的盲目自信。本以为自己10拿9稳了，可导师接下来的话却如雷凿击。导师虽然表示模特并不需要很多的天分，但想成为超级名模就比世上的一切都更需要天分了，并不是那种教会你表演的天分，而是卓越非凡的资质。紧接着导师觉得他比之前进来的女生都更有那种资质。此时的黑妹不敢置信，著名的导师竟然对自己有如此高规格的夸奖。 I really wish I could sign you. I do.Good luck to you. I mean it. Oh, bring this one in. But I don't understand. You're too fat. 黑妹不敢置信，她引以自豪的身材却成了梦想的绊脚石，且还被导师嫌弃。此时的她伤心不已，她觉得导师怎么可以说出这样伤人的话？于是她下定决心要疯狂节食锻炼，让导师另眼相看。可好友却认为这样不行。本以为好友也让自己放弃，黑妹很是生气。然而好友却表示，她也被导师这样说过。原来来此应聘模特的女孩都被导师这样评价过，想要节食锻炼来减重，效果一般且周期还很长。紧接着便给她推荐了一个古老疗法减肥的刘医生。好友还表示，他与这里的很多人都在使用，效果也很好。于是他便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前去查看。可诡异的是，这里不仅破烂，还很隐蔽，但好在医生看起来很温和。紧接着黑妹就把自己的焦虑告知了刘医生，她觉得自己平常也经常锻炼与饮食规律，可不知道为何某些地方就是减不下去。与梦想擦肩而过的她只能求助医生了。刘医生表示女孩的各项体征都很健康，于是男人便给她推荐了一种叫蒙迪菲的药。虽然这是糖尿病的药，但对减重很有帮助。医生还表示，这款药一些知名的模特与明星都在使用，只需每周注射1次就能保持体重降低。可此时的黑妹却很是担心，便有些犹豫。于是刘医生让她不必担心，因为此药的副作用少之又少，而且都是经过药品局认证，一切都是合法的。紧接着还表示自己也有注射，放心购买。听着医生描述的如此神奇，于是心动的她马上购买了几个月的注射液，而且一直在使用的好友还预祝她减重成功。此时心里美滋滋的她与好友马上开始减肥生涯。经过4个月的注射，黑妹的身材也以肉眼可见的完美，全方面的展示也赢得了导师的青睐。她也如愿的签约成功。可奇怪的是，导师竟然知道她正在注射蒙迪菲。更让她奇怪的是，导师得知她已经注射了4个月后 We'll make you the ittiest it girl ever. 由于黑妹自信且完美的身材，不仅被导师以及摄影师夸奖，而且还有专门的设计与化妆团队为她亲自打造。本想借自己的热度把好友也拉一把，可导师却借口附近太热驱赶了好友。女人认为羚羊不可与猎狗共处，
如果不是为了生存，这些好友会立马把他吃掉，并劝导他远离无用的好友，享受非凡的人生。虽然此刻的他获得了无比的殊荣，但长期的注射后遗症也开始显现。他出现了昏厥现象，如此怪异的身体反应也让他忧心忡忡。经过检查后，发现他的鼻子只是轻微的擦伤，并不影响他的模特生涯。女人如释重负，可紧接着医生却表示他的心脏现在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不适合再继续注射蒙迪菲了。 Your heart could explode. What? But I need it. Vivian, this drug could lead to real valve damage. 刘医生表示，现在很幸运的是表演的时候昏厥，那如果他开车时发生昏厥，后果不敢想。医生还表示，因为女孩隐藏了病史，如果他当时知情的话，是万万不可能推荐这个药的。原来黑妹从出生就有脊椎侧弯，但她坚定地认为身体的异常并不能阻挡自己追梦的路。她还表示，之所以当模特，也并不是为了让自己生活过得更好，她想给所有的女人证明一件事，她们有不一样的活法，而她想成为女性自主和自爱的榜样。此刻的她必须待在这个行业才能办到，并表示如果刘医生能帮到她，那自己愿意付出所有。女人的说法也激起了刘医生的怜悯之心，此刻他想帮这个可怜女人的想法也达到了顶峰，紧接着便给她拿出了一个纯天然的活体药物。刘医生还表示，虽然没有蒙迪菲那种后遗症，但千万不可掉以轻心。于是黑妹便迫不及待地拿过来查看，可她发现此药物竟然还有生命的迹象。Tinea asiatica. It's a tapeworm. 原来这是来自亚洲古老森林中的线虫，用茶水把它吞入腹中，这小东西就会让它变得更瘦。紧接着刘医生表示，如果女孩想要用此减重，必须完全遵照他的指示，因为此线虫非常渴望进食，并嘱咐女孩一定保持以往的饭量。如果她感觉到很饥饿，也千万不能大量的摄入食物。虽然此刻的她很坚定地向医生保证了，可她真能控制住身体的本能吗？为了自己如日中天的模特生涯，黑妹毫不犹豫地吞下了线虫。而且医生还表示，此物可以让她1周就能减掉10斤。回到出租屋的黑妹心里虽然很忐忑，但感觉身体好像并没任何影响。于是异常饥饿的她想要吃点食物，却发现冰箱中都是一些以往自己不喜欢吃的东西。但诡异的是，此刻这些讨厌的食物却吃起来很美味。此时狼吞虎咽的她早已把刘医生的嘱咐抛之脑后。更恐怖的是，腐烂的水果她也吃得如此香甜，而身材也如她所希望的那样变得更加完美。但饥饿程度也变得更加疯狂，每天不顾形象的胡吃海喝，拗不过就是不长肉，而且日复一日，饥饿程度也在疯狂增加，且脾气也变得暴躁。A princess among us peasants. You think she's prettier than me? 但奇怪的是，不管他吃入多少食物，可依然满足不了身体。身体不仅变得越来越虚了，对于别人的关心还变得很暴躁。而他那讨人厌的行为不仅让食客们不可理喻，而且醒悟后的他也不敢置信自己到底是怎么了。最主要的是，原本善良的女孩此时工作也变得异常霸道，每日无脑地吞入大量食物才能缓解一些身体的不适。因为厕所大量偷吃食物还被同事们嘲笑，于是暴躁的他不仅狠狠地羞辱了议论的同事，对于导师的劝阻还嘲讽人家是老暴雨，而且不顾众人的异样眼光与导师的好心劝阻，竟然拿上大量的食物躲入了车底进食。只有吃饱后的他才意识到自己荒唐的行为，可导师不仅没有生他的气，还表示这都是正常现象。原来此时的导师以为他压力过大，再加上注射了蒙迪菲，所以才会做出如此过激的行为，还表示他也是过来人，很理解成为超模的巨大压力。难道黑妹真是因为明星光环带来的压力吗？咱们接着往下看。隔天回来的好友本想与黑妹分享她应聘成功的好事，可房间内杂乱无比，来到换衣间还发现了恶心的一幕。只见黑妹蜷缩在小屋中，身边堆满了吃完的外卖。于是好友便表示希望她分担一些房间的卫生，因为自己也应聘到了一家杂志社，现在也很忙的。黑妹不仅嘲讽好友应聘的是2流的杂志社，招的也是过气无用的人。得知身为超模的自己以后还要打扫卫生，于是暴躁地把好友的珍贵相机也摔烂，而他那变态的行为也把2人的友情彻底决裂。突然醒悟的他也不敢置信自己为何这样。此刻伤心到极致的好友也准备搬离这里，于是他便解释这并不是自己的本能，而是身体内有个怪物作祟。 I know there is. I've been in this business longer than you have, Vivian. Lots of girls have the exact same thing inside them as you. Even me. I just hide it better. You have a tapeworm? A tapeworm? Don't mock me, Vivian. The monster inside of you is jealousy, insecurity. You have so much right now and I have nothing. Why would you feel threatened by me? 紧接着好友祝福他早日实现自己的终极梦想，便直接离开了。唯一的知心好友也离开自己，此刻的他悲伤到极致。那女孩的体内到底存在着什么可怕的怪物？咱们接着往下看。虽然黑妹的体重在急速的下降，但精神也变得萎靡不振，而且急速的变瘦也导致原本定制的衣服也挂不住，因为导致拍摄的延迟。此时的摄影师也很是生气，于是一旁的女人便劝导他合理减肥，这样才能有持久且健康的模特生涯。可暴躁的黑妹却咒骂女人如肥牛，应该烧成烤全牛。而且此刻饥饿无比的她急需疯狂进食，
短暂的狼吞虎咽才能获得短暂的情绪稳定。此时此刻身体的诡异现象也让他的承受能力达到顶峰，于是无奈的他只能前来求助刘医生。此刻无比憔悴的他脸色也变得苍黑。此时的刘医生也很后悔让意志力薄弱的黑妹用线虫法减重。黑妹表示体重不断减轻不仅让她丢失了很多工作，更严重的是还让她变成了一个暴躁的人。原来此古老线虫拥有特殊存储食物的方式，不管宿主摄入多少食物也还是会有饥饿感，反而让线虫长得越快，食物的需求也就越大。所以刘医生当初特别嘱咐她必须保持正常进食。可黑妹觉得那不是简单的饥饿感，而是一种渴望得到一切且不让别人得到的欲望感。此刻的她只想让刘医生开刀把这个怪物取出来，可刘医生却表示因为线虫已经缠绕在他的器官上，手术不仅行不通，而且能毒死线虫的药物宿主也将被毒死。看着被线虫折磨的女孩，怜悯的他便拿出了秘制小汤药。 Drink it. The tapeworm has an innate revulsion to it. You'll experience contractions and the worm will make its way out to the nearest exit. Your anus. 于是憔悴的他马上回家喝入此脱离痛苦的神药，然后脱去下衣坐在浴缸中等怪物爬出。不到1分钟，怪物就疯狂地找出口，刺心的疼痛也让他生不如死。紧接着线虫的脑袋就钻了出来，而且还向他袭来。好在机灵的黑妹一手抓住脑袋，然后慢慢地扯出已成年的线虫，从此脱离这个可怕的怪物。此刻的黑妹也放松了很多，可她万万没想到，脱离宿主的线虫也把她视为敌人，那此无用的寄生体也将迎来死亡的归宿。隔天，好友前来取自己的行李时，却发现黑妹迟迟不开门，于是他只好用钥匙进入，却发现了诡异的一幕。只见屋内不仅堆满了吃完的食物，而且还被异常的破坏。意识到不对的他寻找黑妹，却看到了恐怖的一幕。此时吃完屋内所有食物的线虫正等待欲望极强的宿主，而他也将成为线虫的下一任寄生体。拥有线虫的加持，女孩也如愿的实现自己的终极梦想。那有没有可能保持身材的导师只是合理控制住线虫的宿主之一呢？ Are you hungry? Miss Klein, I'm starving.